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2月17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美国国防部针对中国调整全球军事部署那么这是一个我们已经很久没讲美军了那么今天讲讲美军我不是军迷，我们主要是讲战略讲地缘政治讲美国的政治主要不是讲武器装备好吧？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下令进行为期1个月的全球态势审核，评估美军的战略部署和部队、武器、基地、联盟网络，支持拜登总统的全球战略。美联社的报道这项审核的结果将对美军的战略部署产生长期的影响，确保美军在军备控制不确定的时代做好战争准备。和川普政府一样，拜登的安全团队将中国视为头号长期安全挑战，而非基地组织或者是伊斯兰国等好战极端分子。但和川普不同的是，拜登认为美国对北约联盟中的欧洲国家的承诺非常有价值。审核的结果就是奥斯汀的这个战略态势，全球战略态势的审核的结果，可能会导致美国在中东、欧洲和亚太的军事部署发生重大转变。尽管之前美国政府也曾经尝试过这种转变，但成效有限。这也可能意味着拜登将会拥抱军事指挥官最近的努力，以寻求创新的方式部署部队，不受永久基地的约束这些基地具有政治、财政和安全的成本。报道指出，最近美军航母访问越南港口，美军的战略分析官认为，在较少的可预测的周期内，以较小的规模部署部队，以保持中国的平衡是有价值的。与此同时，在拜登上任之前，变革的苗头已经出现去年12月份，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谈了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技术和地缘政治的变化要求重新思考组织和部署部队的模式米利说，美军的生存将取决于能否适应中国的崛起、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技术的普及，以及疫情爆发和气候变化等非常规威胁的出现。他表示，未来越小越好一支几乎看不见摸不着的力量，它处于不断的移动的状态，并且分布广泛，这将是一支可以生存的力量。他强调，如果你死了，你就无法完成任何目标。报道称，奥斯汀上个月就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部队定位提出了类似的更具体的观点他在参议会确认提名的认证会上说毫无疑问，我们需要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更具弹性和分布式的部队态势，以应对中国的反干预能力和方法，并且形成新的作战概念。奥斯汀还指出，他担心在北极地区和俄罗斯竞争。他说，这正在迅速成为一个地缘政治竞争的地区。我对俄罗斯在北极地区对不起，我对俄罗斯在北极地区以及全世界的军事集结和侵略行为感到严重关切。他说，同样，我对中国在该地区的意图也深感担忧报道指出，这并不是主张放弃美军的大型海外基地，而是建议更多的强调将小规模的部队群体以较短的轮换方式部署到非传统的目的地。这种转变正在进行那么比如
美国陆军正在培养训练一支所谓的北极能力旅的士兵作为加强北方高地关注的一个部分。这个地区被视为潜在的爆发点，因为大国正在争夺随着冰层消退而更容易获得的自然资源。同样的，美军也首次向北约盟友俄罗斯的邻国挪威派遣 B-1远程轰炸机。报道还提到，纽约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叫 CFR 本月的一份报告说，台湾是美中战争最有可能的导火索。这种严重后果的前景引起拜登团队的关注那么数百万美国人可能会死在2个核武器国家之间的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战争中报告是这么说的那么美国在安全问题上把对中国的关注锐化始于川普政府，正式宣布中国和俄罗斯不是全球恐怖主义，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那么川普任内末期曾经担任代理国防部长的克里斯多夫米勒说，中国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的关键。他说，世界各地的美军指挥官告诉他，对中国的关注让他们失去了所需要的资源。米勒说，所以我觉得是时候重新审视这件事情，确保我们没有造成任何意想不到的结果。奥斯汀的工作就是这个那么什么意思？如果美国在调整它的全球战略，而美军不能随着它的全球战略进行调整的话，那么如果美国又把中国作为它的头号战略威胁的话，那么美军如果要去应对中国的威胁，那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其他的地区就得不到，其他地区的美军就得不到他们需要的资源，因为他没有进行全球性的调整那么奥斯汀这个全球的态势的审核就是在做这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根据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美军的军事部署，全球军事部署。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分析几点。第一点，拜登政府正在重新规划美国的全球战略这是一个系统的全局性的有重点的战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配合这个全球战略，美国政府开始梳理各个子系统让这些子系统成为它的全球战略的支撑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美国的全球战略有4个战略工具有一个战略目标。一个战略目标是什么？就是美国的定位和战略目标就是美国到底想做成什么，这是美国的定位这是它的目标这第一个。然后它有4个工具。第一个工具，经济和金融，这是第一个工具这个工具通常不讲的，但是它是有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工具，这是很少人提，很少人说，但是经济和金融是美国政府非常重要、非常基础性的全球战略工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外交和地缘政治这是第二个，这个毫无疑问这非常清楚，很简单。第三个，军事战略军事肯定是为它的全球战略服务的，这第三个。第四个，意识形态和盟友第四个这就是美国的定位和它的战略工具那么奥斯汀要做的这个全球态势的审核，正好可以为美国国防部中国战略问题小组
定出方向和战略啊。那么，拜登总统1月10号视察美国国防部啊，然后这是他上任以来第一次视察国防部，以三军统帅的身份啊。然后他在这次视察当中宣布，美国国防部成立一个专门的工作小组，负责制定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那之前不断的美国，你可以看，其实你看，所以有的时候说什么呢？重要吗？也重要，但是你要看做什么啊。你看，美国国防部没有成立一个俄罗斯小组啊，它只成立一个中国小组。为什么不成立俄罗斯小组？虽然美国这个拜登也好，这个国家安全顾问也好，包括国务卿也好，都说对美国产生挑战的是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俄罗斯。但是美国是国防部成立了中国战略小组，中国战略问题小组，没有成立俄罗斯战略问题小组。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俄罗斯是传统性的战略威胁，所以美国对俄罗斯很了解，而且美国对俄罗斯的很多的做法是既定的啊，所以不成立小组也可以理解。但是毫无疑问，中国肯定是头号威胁啊，这是第一个啊。拜登在那次视察的时候，他说，我们需要应对中国带来的日益增长的挑战，应对中国挑战需要整个政府的努力，国会两党合作以及强大的联盟和伙伴关系，才能确保美国人民在未来的竞争中获胜啊。然后这个中国小组呢，中国战略问题小组由奥斯汀的高级助理啊，叫 Redna， 他其实是拜登的长期的助手啊，他跑到国防部去做这个组长啊，由他来负责。他也是一个中国问题专家。这个小组有15个人，全部来自国防部啊。那么有文职官员，有军事顾问，那么包括这个政策官员，也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啊。那么他们这15个人用4个月的时间制定一个中国战略建议，给谁呢？给拜登总统啊。那么你可以通过国防部成立这个中国战略问题小组说明几点。第一点啊，美国正在认真的看待和中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啊，这是第一个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军事手段将成为重要的政策工具啊，军事手段成为重要的政策工具。这跟什么？这跟川普政府的看法是不同的。川普总统在他离任的时候，他非常骄傲的讲，我是没有发动战争的总统啊。但你可以看拜登在这件事情上看法不一样啊。那么就是这2点。那么奥斯汀在当时在这个确认听证会上说，他将审视美军的驻军的情况，然后在参议院的一份书面文件中可以看到啊，拜登政府正在将战略重心向哪里？向亚太地区转移啊。那么虽然其实在2019年开始啊，川普政府已经开始调整他的这个整体的战略啊，陆陆续续开始调整他的战略，然后慢慢的把中国变成了美国的头号战略威胁。但是有一点，川普政府并没有重新调整美军的全球部署啊，他没有做这个事情啊，所以其实美军大家知道，美军大概也是10个杯子8个盖啊，10个杯子有10个杯子，但是只有8个盖子，那么就挪来挪去，不断的挪来挪去啊。通过它的高度的机动性，
来不断的哪里出了问题就把盖子往哪盖，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啊。那么那么如果你把战略重点放到了中国的话，意味着什么？你要这个盖子是不动的啊，这个盖子这两个盖子不动，这三个盖子是不动的，这三个盖子就是这个围绕着中国的三个盖子，那其他地方的盖子不就少了吗？这就是问题。那么所以除非你放到中国的这个盖子可能只有一个啊，那么只有一个，其他的盖子还得用的，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军在应对中国的威胁的时候，它资源是不够的。所以大家有没有记得？我印象中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美国一个智库出的一份报告说这个在台海的冲突当中，美军会输给解放军，出过一份这样的报告啊。这份报告大家都很惊讶，包括我听了这个报告结果我也很惊讶。我后来想了一下，我开始理解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到处都需要盖子。当你到处都需要盖子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挪到中国的这个地方来的盖子其实不多的，很少的。那你在这个很少的资源下，你要打这一仗的话，那你可能真的有可能输，因为什么？你在他家门口打啊，那你这资源就不太多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川普政府虽然从认识的高度改变了美国，从美国政府到美国国民到美国社会啊，整体对中国的看法，但是其实在整个的战略部署上，他没有做出改变。那么拜登政府现在进行这个改变，我认为是非常正确的啊。如果你不进行全面的改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只是喊一下而已啊，但是你真正的你没有把资源集中在亚太地区，特别是针对中国的亚太地区的话，那你说把它当做一个战略威胁，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啊。那么就是这样啊。所以呢，所以这里面有讲到什么？在亚太地区，美军在亚太地区并没有形成足够的威慑力，这就是现在的现状。所以美军下一步有可能把重点放到亚太地区啊，加强美军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也就是说，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的战略部署肯定它的重点的方向是两个方向，并不是一个方向，是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什么？印太地区啊，印太地区其实就是西太平洋啊，东亚地区一直下来到印度洋啊，这是一大块，这是战略重点啊，这是美军要重新部署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存在是怎么存在的，这是一个重点。另外一个重点是哪里？大西洋。大西洋的重点是什么？大西洋的重点就是俄罗斯，目标就是俄罗斯。所以你可以看到，拜登政府的战略其实还是很清楚的。你从这个战略部署来看，还是挺清楚。强调盟友的目的是什么？强调盟友的目的是让北约发挥核心的基础性的作用，来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啊，这是一个方向啊，这是一个方向。另外一个方向就是从全球重新进行部署。部署的目的是什么？部署的目的是，第一要突出重点，你也不能有些地方就像刚才这克里斯多夫米勒说的这个话，其实很重要啊，他其实讲的很重要。他讲的是什么？就是不能有意外啊，不能有意外。他刚才说的是什么？我想想啊。确保我们没有造成任何意想不到的结果。美国是一个
具有全球利益的一个国家啊，它不能够说我要保住这个地方，其他地方就放着人不行，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允许的。美国要照顾全球利益，全球利益都要照顾到，全球利益就要照顾到的同时，你要突出重点，突出你的主要威胁。所以你可以看到，经常我们遇到的情况是什么？就是美国会当他去重视这个威胁的时候，另外一个威胁就慢慢的长大了，然后它就产生了后果。你比如说当年的这个911的情况其实是一样，其实很简单，这件事情其实并不复杂，就是当西方国家把战略重点全部放到苏联身上的时候，然后你就发现这个中东地区，特别是这个伊朗、伊拉克地区，就出现了他们因为战略重点去了那边而忽视的危险，它就形成，就是这样问题。所以美国是一个全球利益的国家，它要调整，就必须进行全球性的重新部署，这种重新部署才能够达到它的战略目的。所以它一方面，美国需要什么？需要它的盟友，它只有让盟友都出力，它才能够挪出资源来放到中国这边，这是一个方向。还有一个方向是什么？还有一个方向就是米利将军说的啊，米利将军说的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什么？就是改变美军的战略思想、军事战略思想和军事战略方式。通常新的军事战略思想和新的这个军事战略思维，新的军事方式都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都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产生的。就是你原来是用10块钱的资源去做10块钱的目标，现在突然你发现你的目标不是10块钱的目标了，你已经变成了20块钱的目标，但是你的资源可能只有12块钱，我只能给你加到12块钱，那你怎么办？你只能改变什么？改变军事思想，改变军事战略方式，通过新的军事战略思想和方式调整方式，用12块钱资源做到20块钱的事情，这就是新的，通常就是这么诞生的啊。所以呢，美军下面要做的事情就是重新部署，寻找发挥盟友的力量，用新的方式、新的作战方式、新的作战思维去部署美军。这就是我们要今天讲的这个主题啊。也就是说，美军在面临一次新的裂变啊，这件事情影响非常的大啊，这件事情可能会让美军进入另外一个层次啊，就像米利将军讲，他是怎么说的？他是说，你看，他说未来越小越好，一支几乎看不见、摸不着的小力量，它处于不断移动的状态，并且分布广泛，它是一支可以生存的力量啊！这是，然后这美军的生存取决于什么？能不能适应中国的崛起、人工智能、机器人的技术的普及？这就是反映了美军新的战略思想、新的战略战术的一个方向，大概就是这样。我觉得美军是正在开始进入一个叫什么一场新的革命的前夜啊，现在就是美军一场新的军事革命的一个前夜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先讲这么多啊。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啊，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我觉得点赞很重要啊，因为我们经常遇到一些五毛给我们捣乱啊，点赞是我们抵抗五毛的一个手段，所以请大家支持我们，尽量的点赞，那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力量，好吗？好，那我们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那么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另外，关于这个 Clubhouse 啊，不断的有网友提醒我啊，希望我去 Clubhouse 开房间。那么我可能会这2天就会去试一下。那么如果已经有 Clubhouse 的网友可以去 Clubhouse 去找我，我的 Clubhouse 的账号跟我在Twitter 上面的账号是一样啊，好吧 ？OK， 好，明谢Kenny Lee 谢谢，老罗王谢谢，新年新盼望，中国更开放，美国添力量，好，谢谢老罗王。玉鑫谢谢啊。情况，台湾媒体针对上一期直播提到的习拜通话，大部分本土派媒体标题是美国关注人权议题，中国将会为人权付出代价。我又看了一下啊，其实我今天下午又把这个拜登和这个拜登在电视节目中讲的那个话，又重新看了一遍，然后又找了几个翻译的版本和整理的版本。我看一下我现在还在不在啊？其实我觉得，基本上是，我今天上午的节目里面讲的那个内容，基本上是能够反映拜登的这个话的原意的啊，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拜登的话呢，其实因为是这样，因为他是接受采访，他有些话呢跟前面的话题呢混在一起啊，我觉得会有一些误读的因素在这里头啊，有些翻译上误读，就这个翻译上的这种误读的问题在里头啊。你想，我觉得我们基本上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拜登和习近平在通话的过程当中，他还是非常强调，他作为美国总统，他要旗帜鲜明的在几个主要议题，比如说新疆问题，比如说这个香港问题，比如说台湾问题，这几个问题上旗帜鲜明的指出来，而且其实他的讲话讲得很清楚，习近平说了，他明白啊，其实他有句这个话啊，所以我觉得，中间应该误读的成分会比较大啊。不过我觉得误读一下也好啊，这个给拜登一些压力啊，给拜登一些压力比好像大家没看见要来得更好。所以我看的网上有很多就是表达不满的这种特别是推特上面啊，我觉得挺好的。给拜登一些压力也挺好的啊。上一期文化差异论是海外民运的关注点，但台湾不明白也没有听过这种论点，可以看出来，因为两岸政治的历史记忆关注点完全不一样，也有自己的局限解读。另外，中华民国台湾的成功已经证明，华人文化不需要大一统皇权思维，中华民国台湾只需要存在一天，就扇一天中共的巴掌。文化差异论，其实我今天上午也说了啊，文化差异论其实就是，中共在西方向西方世界喊话的时候，他为他自己的很多
就违背普世价值观的行为做一种辩护的一种说辞，这是一套理论，这是一套理论。关田今天上午关于拜登在 CNN 的演讲，我觉得把它解读为绥靖还是有点片面啊。路透社的新闻就把它解读为拜登要北京对人权付出代价。我觉得拜登的对华政策还不是特别清晰，我们还是应该审慎的观察。差不多是这样，我基本上同意啊。但是把它误解一下啊，就是说误读一下，然后形成一个非常强大的舆论，也是可以让这个拜登政府了解美国的民意啊，了解舆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渠道，因为毕竟被骂一下也好嘛，是不是啊？观点，如果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中美俄今天的关系有点类似过去的英法德三国之间，英法是传统对手，而普鲁士则是双方拉拢或者打压的对象。一旦一个强大的德国出现，英法就需要调整。英法俄，这力量对比太差太远了吧？中美俄之间呢，其实俄罗斯除了军事力量强一点以外，它的国力已经不构成威胁啊。老实讲啊，为什么？这就是一个领导人的误判造成的后果啊。普京为了振兴俄罗斯啊，那么吞并了克里米亚，但是俄罗斯为吞并克里米亚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那么实际上，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西方国家当然是以美国为主，对俄罗斯进行制裁。那么俄罗斯经济其实江河日下。那么俄罗斯的经济江河日下的特征是什么？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俄罗斯全国的 GDP 经济总量不到广东省的 80%， 整个俄罗斯的经济总量不到广东省的 80%， 这就是现在的俄罗斯。俄罗斯曾经是 G7+1， 大家记得吗？G7+1， 当然这里面有意识形态上的因素，但是也是当年这个它既是 G7+1 的国家，又是金砖国家啊，所以其实俄罗斯在这个普京的第二任，他的整个的态势还是不错的。等他开始吞并克里米亚的时候，这个形势就发生了逆转啊。所以其实现在的中美可以成为对手，俄罗斯最多也就是个敲边鼓的，他已经不具备一个对美国已经不构成战略威胁啊，我是这么看啊。情况观点与提问。以色列2月10号发布消息，成功研制了应对新冠病毒的新药，在第一阶段临床试验中，成功治愈了30位感染者中29位，治愈率超过 95%。王老师之前说疫苗是唯一解决疫情的方法，我觉得还有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有效的治疗药物。只要成熟普及，得到武汉肺炎就像一般的病，吃药就能好，也可以解决疫情。请教王老师的观点。当然这是，但最好是不要得这个病，当然是就是说，因为当你疫苗出来之后，其实等于就是把这个病毒围堵起来。就是病毒就面对一堵一堵的墙啊，那么这是疫苗的主要的功能。那么当然，你得了这个病，因为总是会有人传染到啊，那么有治疗方案，这当然是更好的
如果一方面有疫苗，一方面有这个治疗方案、治疗的新药，那当然很理想了啊，当然很理想。提问：缅甸最近的局势是否反映中共在继续成功的打压香港基层民主运动之后，又一次试探西方的底线？这是个好问题。好问题是在哪里？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前天中国驻缅甸的大使出来讲话2点，其实他讲话就讲2点。第一点，撇清和缅甸军事政变的关系啊，因为之前在缅甸军队政变之前，王毅前几天吧，前2个星期不是1个星期，王毅访问了这个缅甸。王毅访问缅甸，既见了昂山素姬，又见了缅甸的军方的头叫什么忘记了。那么2个人都见了啊，当然他跟军方的关系好像更好一点。然后过了几天，军方就发生缅甸军方就发动军事政变。那么很多人就质疑缅甸军方的军事政变和中国有没有关系当然现在没有人有这个证据，但是缅甸人很反对中国介入这件事情所以有很多缅甸市民去中国驻缅甸大使馆抗议因为觉得中国在支持军政府那么这个大使就出来讲话，就第一点要撇清这个关系。他的原话说这个缅甸现在的局势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意思就是说希望现在不要发生暴力事件他说不要发生暴力事件，那不要发生暴力事件，你可以理解成为缅甸军政府不应该使用暴力对付这些抗议的市民，也可以理解成为市民不要用暴力来抗议，这都可以这么讲。所以中国现在的态度是什么？中国现在的态度就是要撇清关系撇清关系。中国虽然他暗中是支持，我们毫无疑问，你可以看到在这场局势当中，西方国家美国英国等其他的西方国家支持缅甸人民的抗议，反对军事政变这是一方缅甸人民抗议加上西方国家支持缅甸人民的抗议，这是一方。另外一方军政府，然后中国跟俄罗斯在支持军政府，这是另外一方，这是目前的态势。那么测试没有什么底线，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就是你可以看到缅甸的局势，就是在西方国家表态支持的情况之下，缅甸人民的抗议的规模越来越大，然后缅甸军政府的弹压的力度也越来越大，因为双方其实这个对抗是在升级。好，下一步会是怎么样？其实下一步在赌什么呢？赌一点，就是美国和西方国家阻止军政府的决心有多大，其实都在赌这一点那么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看到西方国家有多大的决心去阻止这件事情，但是毫无疑问，缅甸人民的抗争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我说改变缅甸局势的就是2个因素。第一个因素，缅甸人民的抗争有多么强烈，还有一个就是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会下多大的决心去干预这件事情就这2件事。提问：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西方没有武力干涉，未来中共吞并台湾，美军会不会同样不出兵？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西方国家没有武力干涉没有武力干涉。
但是俄罗斯我觉得他付出的代价，不见得，因为如果西方武力干涉的话，那就会发生一场战争就会发生一场战争。那么西方有没有做好和俄罗斯发生一场战争的准备呢？那显然是没有所以西方国家就采取了制裁的方式。中共吞并台湾，美军会不会同样不出兵？这两个不同的性质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事件，而且解放军和俄罗斯军队比还是差很多的嘛所以实力还是有差距的所以美军会不会出兵我不知道但是你可以从因为现在为什么我不知道？原因是拜登政府整个全球战略都没有出来，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也没有出来，我们怎么判断？没办法判断，现在说不好现在说不好。观点，我认为美国会干预台海战争，因为台湾用自身的供应链实力证明台湾是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不会让他自家的核心供应链被中共拿走，包括芯片。现在不知道，我看不到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所以没办法评价川普政府的政策我可以讲但是拜登政府的政策我现在讲不好，因为没有信息情况，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海南、湖南江西中部发生特大旱情从去年2020年10月以来，降雨量较常年少4到7成，耕地受旱面积713万亩以上浙江遭遇50年一遇的大旱，各地水库干枯，近乎死水位。我看到这个新闻，我今天也准备了这个新闻，但是后来我看到2月6号有一场大雨，在广东、广西，包括云南一带有一场大雨，能够有我印象中是10厘米，我看一下我看到了这个资料旱情17万村民饮水困难那么受影响的人口有多少？受影响的人口有140万那场大雨不知道怎么样有一场大雨能够缓解一些旱情，但是现在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新的资料，所以我没有讲，原因是这个情绪，昨天重温了电视剧《走向共和》，慈禧向11国宣战，当今圣上正在全力以赴向慈禧看齐，可惜实力不允许，同样是死，但惜猪头不可能超过慈禧老妖好吧。提问2021年中国两院院士候选名单公布，茅台集团总工程师王力在列，引发热议。有网友说，中国唯一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屠呦呦著名分子神经生物学家饶毅都当不上院士，你要把一个酿酒师傅送进两院，请问王老师怎么看？中国的这两院已经没有什么你觉得他们除了其实现在这个两院已经不具有怎么说呢？已经不具有学术地位了，我这么认为为什么？因为不仅仅是这个，前2年更多这种，你去上网搜一下关于这两院院士的这个奇葩的两院院士候选人的这个故事多了去了我们可以找时间讲一讲这个王力不算最不靠谱的还比这个更不靠谱的，我没什么看法，就是大家把这个两院院士呢，你就当普通人就好了，他们就是有一个
他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个院士？当然，荣誉是一回事，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他们有权利分配资源啊，这些院士是在这个领域啊，他手上一大块经费啊，然后他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基本上是这样，所以没有什么，我早就不觉得中国的两院院士有什么，你可以看一下疫情，这次疫情出来的全是院士啊，有卖药的院士，有这个有这个拉客户的院士，就在这个疫情最紧张的时刻，你看这些院士都在干什么？都不靠谱啊！提问王老师你好，能说说国内初升高50%分流政策吗？听说初中毕业生只有50%升高中，剩下要么技校，要么辍学打工，这是什么政策？那么网友答：剩下50%要么技校，要么辍学打工，教育无市场化、无规模化的私立高中做补充。我们有一个专题专门讲这个啊，专门讲中国的高中的升学率啊，初升高的这个升学率只有50%，50%不到，其实是不到50%。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所谓的大国崛起最有力的注脚，就是中国还没有普及高中啊，中国连高中都没有普及。那么当然就是说，中国是不是需要那么多大学生？不一定啊，就是说读高中是为了考大学。我觉得我们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嘛，对不对？那么教育的最基本的前提是什么？教育的基本前提是公平嘛，对吗？你连高中都不让别人读，你怎么知道他就考不上大学呢？所以这个问题，而且初中的表现跟高中的表现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你让有一半的初中生上来就失去了考大学的可能性，这就是教育不公啊，这就是教育不公啊，就是普遍性的社会不公，这就是我们之前经常讲中国社会普遍性的不公，你直接就在初中升高中就把人分为两党了嘛，是不是？观点：拜登和习近平的通话没必要过分解读，都是各说各话，两个人的立场、意识形态都不一样，一个是集权专制的皇帝，一个是民主自由国家的总统。当皇帝威胁到自由民主的国家，总统的反制是必然的，正确。提问：中国在考虑对稀土出口限制，用意打击美国国防工业。王老师认为这个措施会有效吗？是不是中国和美国谈芯片制裁的一个砝码？稀土这件事情，川普时代就已经提过这个我记得金灿荣这个曾经说过，美国手上有三个武器，一个是国债，美国手上握着的美国国债，一个是这个稀土，还有一个什么呀？我忘记了稀土，我忘记了，总共有三个。我们当时就分析过这个稀土会不会成为成为中国手上的一张牌？其实没办法的。现在美国也有稀土，美国其实在90年代的时候，美国是主要的稀土出产地后来是因为一系列的环保因素等等各种元素中国又用这种低价战略，实际上美国也是有稀土的，美国稀土在加州只不过那家公司倒闭了，矿山还在。如果真的中国要这个限制稀土出口，其实美国核心的问题并不在于稀土资源本身，而是稀土的加工，后面的加工这一块中国垄断
不是稀土。所以其实很多人误解了，误解的是什么？误解的是以为是稀土不让出口稀土，不是的。其实稀土美国就有，你要那不行，把那个矿层打开了，马上就可以开干。这个我觉得不是太大的，核心的问题是稀土的加工是这个层面，加工这块会有严重的污染，没有人愿意干，中国愿意干，中国的环保政策没那么严格，所以中国就把这块拿下，所以然后它的低价政策，所以其他一看我没法干了，你就干吧，这就是其实真正威胁其他国家的是稀土的这个加工这一块领域。但这块领域美国有没有办法？当你这个开始限制出口的时候，你想一下，价格就会往上跑嘛。价格跑到一定的程度，这么赚钱的事情，怎么会没人去干？肯定有人去干的。所以我觉得稀土这个拿不住的啊，我觉得拿不住的啊。观点：昨晚听完了拜登总统的亲民大会，78岁的他站着说话有条不紊，没有骂前任，没有批评对立党，没有孔雀开屏式的自夸、浮夸、虚浮，生活化、平铺直叙、诚恳亲民。拭目以待，他的政策是否能够一一兑现。OK， 姥王情况在台湾开房间是指去旅馆优惠，在 Clubhouse 上面我们是不是想出一个更好的翻译？比方说谈心活动、聊天室，它就是 room，开一个聊天室可以啊，我们就叫开一个聊天室吧，好不好？因为 Clubhouse 就是聊天，语音聊天啊，它是真聊天啊，好吧 ？OK， 那我们就以后就不叫开房间，我们就叫开聊天室，好不好？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就下个节目再见啊！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